Hey guys, this is JR.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an article by BBC News which sheds light on a recent visit to one of South Carolina's plantations. 去到美国南方，许多游客必去的景点之一，一定是乡村风味十足、非常美丽的田园农庄。但是近几年来，有一些农庄逐渐的把导览的重点逐步的移到另外一个焦点上，也就是过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人奴隶历史。其中一个庄园就是 McLeod Plantation。McLeod 庄园的导览员 Olivia Williams 在向游客致上欢迎词的同时，也稍稍的警告游客说 We do things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than they do at other plantations in Charleston, because we do focus our perspective on the enslaved people.Wha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is hard. You may feel uncomfortable, you may feel upset, sad, or angry, and that is perfectly fine. If you'd like to walk away, I won't get offended. 在这趟导览行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倒是有许多人感到震惊，也有人感到内心不适。在导览结束的时候，也有人提出非常让人傻眼的问题，待会儿回过头来再讲。最冲突的是，在一片绿意盎然、美丽的风景和建筑物背后，其实有着非常非常心酸的黑人奴隶历史。有许多游客并不了解这段历史，而根据 Olivia 的说辞，甚至有游客会说出，其实奴隶制度也不糟啦，至少他们有地方睡，有东西吃，还有蔬菜。但是在 McLeod 庄园的导览当中，游客们被告知，过去农庄主人们为了增添自己的人力，会强迫健壮的男女奴隶结婚。怀孕的奴隶被鞭打的时候是躺着的，以保护其肚子里的财产。许多人不知道，奴隶的一生甚至从4岁就开始了。这些内容让游客们感到错愕。结束的时候，有一位白人女性问 Olivia 问题说，会不会过去黑人女性奴隶被强迫繁衍后代，跟现在黑人女性有许多孩子的爸有关联？甚至出现这种很荒谬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而 Olivia 在导览当中曾经数次的被辱骂，骂她种族歧视，说她渎职，甚至要求她的老板开除她。然而在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庄园自从2015年开放到现在，他们所收到的回应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肯定的。许多游客感谢他们让美国人可以对这段历史睁开眼睛，即便它是那么的难以下咽。1619年，第一艘载着黑人的船在维吉尼亚州靠岸，他们是第一批黑人奴隶，而美国国会废止奴隶制度也只不过是154年前的事情。这期间有5个世代的非裔美国人诞生。即便国会在1808年禁止奴隶输入，但是到了1860年代，全美国有400万名黑奴。当时的南卡罗来纳州总人口数也只不过70万人，其中57%就是黑人奴隶，由26000名美国白人所拥有。查尔斯顿学院历史学者 Shannon Eves 认为，当今美国人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有认知上的落差，有一部分是因为国家的教育体系所造成的。美国每一所学校对于历史的教导都有些微的不同，甚至在南方长大的学生们当中，也有人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故事的，即便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正是由这些奴隶们所建造。然而还有另一个非常受到热烈讨论的问题是，那么这些风景美丽惬意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过往的庄园，究竟人们该怎么看待和对待？有人说，只要我们记取并尊重历史，这些地方也是我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新的故事和回忆的地方。另一些人则说，就像你绝不会去911纪念广场举办派对或婚礼一般，在这些庄园里面举办这类活动根本是对有色人种的羞辱。说真的，我还真的想不出一个合一的解答，这真的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辩论题目。好，学校老师们如果想要的话，直接拿去用，不用在下面问我了啊。你们怎么想呢？你的意见想法是什么？愿意的话，记得留言分享在下面跟我们分享。当我自己看到这则报道的时候，我倒是想到二战时期的德国。德国是如何走出二战的阴影和包袱呢？他们是跟被他们侵略的法国和波兰一起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以维护历史的真貌。书中也看不到任何刻意营造意识形态上面的对立，而是引导读者，也就是学生们去反思过去的这段历史。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可以好好思考。好的，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们分享、按赞、订阅、开小铃铛。如果你想要给予我们实际上的支持，让我们可以继续传递正能量，也可以上 Press Play 订阅我们，哪怕是1个月1杯饮料的钱，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Alright， 非常感谢你们，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拜。